凤九，那日我路过洗梧宫，见你从里面出来。我去洗梧宫做什么呀？那个方位，除了洗梧宫就是诛仙台。莫非你去诛仙台赏月？对，那晚月色真美，让我想起清秋，不觉我就走向诛仙台了。去诛仙台赏月？是啊，那晚景色宜人，月色也特别好，然后我就觉得在九重天真是好，连月亮都可以看得那么清晰，月亮大大的，是吗？喜欢就常去走走吧。谢帝君。司命，小仙在。记得叮嘱他，洗梧宫不是个太平的地方，尽量少去。小仙明白。我是说错什么了吗？司命，诛仙台是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我方才跟帝君说我要去诛仙台赏月，帝君他怪怪的，我是说错什么了吗？小殿下来这天宫里也住了有些日子了，没听谁说起过吗？从未听人提起过啊。也对，小殿下住的是仙娥门的偏殿，那些个人自然不会舍弃。这诛仙台啊，对神仙而言，自来是个不祥之地。等闲的仙站在上面，半点法力也使不出来，那是个晦气的地方。哼，真的吗？你不是骗我的吧？哼，寻常的仙都是绕着那处走，去诛仙台赏月。帝君他老人家是懒得搭理你。带我去吧，求求你了，带我去吧！今日可不只是天君和帝君在，四海八荒有头有脸的都在，你又没帖子，我怎么带你进去？可我是仙娥啊，我跟着你便好了。今日我便是司命星君的仙娥。我不敢。你敢？不敢。你敢？坏了！灵宝天尊神兽，夫君当心！小殿下，小殿下！此凤凰魔星未出，你们快散开！你别说话。
帝君，他惹了什么祸事？怎么一口血？小殿下执意要跟我进入法会，可不知是谁掉落了昆仑虚法器玉清昆仑扇，惊着了灵宝天尊的坐骑。那凤凰失了长性，就将小殿下撞伤了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帝君，不如让小仙看看这位姑娘。退下。是。帝君，不要说话。帝君可是要救我。帝君如果再救我，那这账怎么算得清？不要说话。帝君。本是为了报恩，却连累帝君，耗损法力为我疗伤。若再留下去，怕是要将青丘的脸都丢尽了。走不动了，凤九，不要晕，不要晕。舍不得走，可留下来又亏心。帝君若是晓得我骗他，会不会生气啊？此处景致不错。嗯，帝君在和谁说话呀？小狐狸，喝吗？
帝君，你醉了吗？帝君，你心里一定以为那个南禅的青丘白凤九已经走了吧？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不会报恩的人。我不是不想报恩，只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天哪！你亲了？你真的亲了？他没有反应。他装睡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帝君，他喝了很多酒，睡得很沉。我才不信，东华帝君是昔日带兵杀敌的人，怎么会如此掉以轻心，被人亲了都不知道？依我看呐，说不定是他对你也动了心思，顺水推舟了。你不要乱说。帝君究竟是佯装醉酒，还是……这几个月，你跟嘉云在一起辅佐殿下，本宫很是放心。对了，今天就要回去了。回娘娘，战事吃紧，臣现在就要回去。你不是刚从天君那边回来吗？这么急就要走？殿下可有什么书信给一览芳华那个凡人？回娘娘，没有任何书信给一览芳华。好，本宫知道了。娘娘，奴婢在下界仙山的时候，也常见凡人每逢正月15就挂灯呢。娜娜也学着做了几个，要不一会儿就挂上？奈奈，太子殿下可有捎口信来？没有。奴婢下午同紫宸殿的姐姐们打听过了，说是北荒形势吃紧，太子殿下怕是顾不上吧。娘娘可不要多想了，这几个月好不容易不哭了呢。那奴婢去拿点好吃的来。小狐狸，你又来啦？哼，若不是看你和我姑姑长得相似，我才不会来陪你。小狐狸，这几日我突然便想通了，你说怪不怪？想通什么？虽然夜华他不善言辞，也不大爱笑，但是他既然在俊奇山那种地方陪我，说明
他还是有一点喜欢我的。只要他有一点喜欢我，我就愿意一直陪在他身边。那太子有什么好的？招惹了肃景天妃，又害你怀上了孩子，这还要和我姑姑成亲，你们3个女人一锅粥，不觉得麻烦啊？不管怎么样，他娶的是我，我们对着东荒大泽发过誓，我是他的妻子。我现在还有了他的孩子，我又这么爱他，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能感动他，让他也爱上我。你是只天上的狐狸，应该知道要怎么修行吧？如果我能从人修炼成仙的话，他会不会对我好一些呢？这我可不清楚，我哪天有机会问问思密和程昱。你们2个还没告诉我如何修仙呢。修仙呐，修仙这件事说起来话可就长了。长了。你们2个来我书房做什么？火狐狸呀，多可爱！小仙突然想起有件事没有办妥。帝君，程昱告辞。看来你挺喜欢这只小狐狸，要抱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小仙生平最怕这些带爪子的东西。告辞。方才司命在说修仙。帝君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只小狐狸，只想日日待在帝君身边，生生世世。对神仙来说，没什么生生世世，这一生就够长的。帝君，该不会懂读心术吧？岂有此理！好好守着这院子。她虽然没有名分，却还是太子殿下的女人。若有任何差池，本宫唯你们是问。是，肃静娘娘。娘娘，没事吧？这凡人养的东西就是野性难驯，去将这小孽畜打死。是。肃静娘娘，你不是已经去下界仙山了吗？回娘娘，乐须娘娘方才恩准奴婢，等小殿下足周岁，再贬奴婢去下界仙山。这小狐狸可是你们一览芳华养的。回娘娘，这小狐狸确实经常来一览芳华，却不是我家娘娘养的。我分明看到它从一览芳华里跑出来，你竟为了一只孽畜扯谎。回娘娘，这小狐狸确实不是我家娘。放肆！帝君，本君有只小狐狸走失了，娘娘可看到？小狐狸。
就是你宫里的奴婢拎着的那只。告诉我，是谁伤了他？回帝君，是他咬了我们家娘娘的手腕，娘娘是为了自保才将他丢出去的。他如此不听话，怎么会？他一定是无心的。那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？无心，他一定是无心的。可能是我挡着他的路了，他心性不稳，太过烦躁。也不是什么大伤。既是帝君的狐狸，那还给帝君就是了。既然你说他伤了你，本帝君也不必偏袒他。不如你跟我讲讲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他……这不是太子那位凡间夫人住的院子。我听闻，前几日发生了一些小事，惹得你们很不愉快。你与我一道进去，与那凡人夫人问问。看这小狐狸究竟为何受了刺激，竟学会了咬人。帝君说笑了，这小小一口，哪里值得帝君去亲自查问？他既咬了我，我也伤了他，此事本就两两相抵了。两两相抵？我看他伤得比你重啊，如何相抵？帝君息怒，都是素锦的错。你说什么？是素锦见到夜晚芳华里的那个凡人，心情不好，而这只小狐狸恰好在此处玩耍，却被我无缘无故的伤了。无缘无故的伤？帝君息怒。是素锦心火旺盛，伤了太晨宫里的狐狸。素锦愿在此处罚跪1个时辰赔罪。如此甚好。你从小长在这九重天，应该听说过，我昔日带兵惯，既护内又不讲道理。以后我宫里的人和狐狸，你还是离远一些的好。是。娘娘，快起来！不用扶我，否则若有人告诉帝君，就又会是一场麻烦。再怎么说，娘娘也是天妃，怎么也不用如此低声下气。你知道什么？帝君虽然从来不过问天宫里的事，可只要他开口，就没人敢忤逆他。方才他显然是动怒了，哪怕是天君再都不会帮我，说不定还会罚我在这跪上1整日。息怒，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日，能忍一口气就忍一口，只要能顺利入住洗梧宫，别的我都不在乎。娘娘，若是太子殿下知道娘娘对他的一份真心就好了。他迟早会知道的。这是四海水军各分支头领以及各海诸侯联名上来的奏折。北荒一战，为夜华赢得了不少人心，都在奏请
让太子正式受印。恭喜大哥和夫君了。这夜华一旦正式受太子印，朝中大小事也就有人为你们操劳了。不负我望，不负我望啊！哲言，他该不是带我回去的吧？有劳。上神客气。上神来，是要问擎苍被封印的事。青丘白浅封印了擎苍，上神又与青丘走得如此近，怎么舍近求远，反而跑来问我了？不知道这位姑娘可否回避一下？知月失礼。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宫里的，就连帝君与人议事也不回避，该不会……那是夜华的表妹，时常往我这儿跑，都是些小辈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上神，请继续说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说的。哎，这件事情是有些隐情，但这些隐情现在还不能与帝君细说。我今天来也是来碰碰运气的，想看看在这边能不能从帝君这里得到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既然上神不愿意说出全部实情，本帝君也就不勉强。本帝君也只是猜到，白浅就是当年昆仑虚的司音上仙，余下的应该和上神知道的差不多。帝君能猜到此处，我还真没有想到。是凤九说的。凤九啊，你不讲我还真是忘了。凤九那小丫头离开了青丘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说是来给你报恩。不错，这些日子她确实在我这里。哦，那她的恩都报完了吗？我并不需要他报什么恩。帝君这话的意思，是他给你造成了困扰。是有些麻烦。我在他眼里，不过是个小麻烦啊。
谢过帝君的这杯茶，折颜告辞。上神客气了。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女人哭，我若问你，你就答，无需多余的话。我是把狐狸扔锁妖塔里了。你不要过来！这帝君为何仙法如此妖异？竟然是赤红色的！区区镇塔妖，也敢在本帝君面前放肆！我的尾巴！坏！哎呀，怎么流这么多血？怕是没救了吧？老糊涂，错了，小地基身上的血是帝君的。帝君受了重伤。啊，这天下还有谁能伤得了帝君呢？帝君前几日为了救小地基，费了不少法力，今日又将锁妖塔的镇塔妖斩杀了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帝君的寝殿。寝殿？我还是第一次进来呢。帝君呢？在休息。他有没有什么大碍？是不是又被我牵连到了？没有，
他真的在休息。帝君说了，小殿下惹的祸太多。你替我向帝君告辞。小仙已照着帝君的意思，让小殿下离开9重天了。小殿下，你不是去报恩了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姑姑呢？我想找她谈一些事情。姑姑不在青丘了。姑姑她怎么出去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先回去，慢慢再告诉你。走。我记起来了。姑姑可否跟你说过什么？姑姑与擎苍一场大战之后，直到今日都不见踪影呢。什么？我在天上，怎么从来都没人跟我说过？小殿下，你别急。胡帝和折颜上神说，看星象，姑姑好着呢，只是不知道人去哪儿了。你也知道姑姑的性子，说不定在哪逍遥呢。哦，那倒也是。因姑姑和太子夜华有婚约，怕惊动天族，把失踪这件事儿搞得四海八荒，人尽皆知，所以折颜上神让我们不要说出去。那绍兴抢了姑姑的姻缘，就没有人教训他吗？谁还管得了小八蛇呀？不行，我要替姑姑出气。之前我在天宫想要教训的，被帝君拦住了。今日可再没人拦我了。哎，小殿下，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？你刚才失魂落魄的回来，现在怎么又要去寻仇了？我就是想要找点事情做，暂时忘掉帝君。你就让我去吧，好吗？你怎么了，小殿下？一副要哭的样子。我怎么会哭呢？我是要去给姑姑教训奴婢，怎么会哭？小殿下当初在天宫就为难过一次绍兴，本君念你是青丘的人，让过步。为何今日又来惹事？像他这种做出背叛恩人的事情，骂一次怎么够啊？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君上，息怒。你当初在天宫就让过他一次，难道今日还要让他再羞辱一次吗？这些都是绍兴该受的。小殿下来得巧，我正要拿着这扇子到青丘去向姑姑请罪。请罪？
你没在骗我。我是姑姑的人，做了背叛姑姑的事，自然是要请罪的。今日恰巧小殿下来，我就跟你走一趟，也算为这件事情做个了结。你要跟我回狐狸洞？不错，现在就去。不对啊，姑姑现在不在青丘，四海八荒，没人知道。不能让这小八蛇去。我来只是想骂他解气，可万万不能因此坏事。你不用去请罪了，姑姑她说过不想见到你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。虽然姑姑不想见你，但破云扇还是姑姑的，你还是要还给姑姑。小殿下，请收好，绍兴不敢占为己有。虽说你背叛姑姑，我不该原谅你，但是自从你离开之后，的确没有跟外人讲过青丘的事情。况且今日你还主动把破云扇还给我，在我白凤九这一关，勉强算你过了。青丘的事，小殿下说的可是炎华洞中人？不错，小殿下请放心，绍兴一生都会守口如瓶。希望你能够记住自己说的话，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那这破云扇我就收下了。不过姑姑能不能原谅你，我就不能做主了。绍兴明白。米果，米果，小殿下。白凤九，爹，跪下！爹，女儿知道错了，女儿不应该去天宫报恩。这青苍突然这么大异动，一定与封印他的人有关。帝君，你为了救小殿下，已失去了一半法力。小仙担心你。你担心的不错。我要闭关休养，在我闭关的日子，替我在运部上写上几笔。运部？可凡人的气运是归小仙管，神仙的气运，小仙无能为力啊。我出关后要去凡间一趟，不知帝君去凡间做什么？我运中不会有红鸾星动，去了凡间，可以在你的运部上编几笔姻缘。他在天宫陪了我这么久，我总要圆了他一个相守的心愿。那若是天君问起，小仙该如何作答？就说本帝君要尝尝人生六苦。